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，然后碰上布鲁斯利以后，那更是这个民初的这个武侠片。李小龙来约我拍那个《龙争虎斗》的时候，我当时正在嘉禾的片场里面拍内地功夫和气道。因为他是讲实话，他唐山大兄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午夜场，在香港真的是疯魔的午夜场，每个人都拍手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我当然开心了，对不对？我当然开心，哇，我能跟大明星，就是说，对不对？然后合作他，然后他就请我，他说你只要客串一场戏，2天，那我说好，我就答应了。答应下来以后，我只拍了1天，后来导演就加戏。让我整整拍了1个礼拜。怎么讲呢？他其实李小龙已经是在河里河是很出名的了，对，只是他那个时候刚进嘉禾，就是说转到香港到进嘉禾，他到这个泰国去拍那个《唐山大兄》。那我的戏是拍下来以后就搁那里，还没上。上了《唐山大兄》以后，精武门以后，我们才把《铁掌旋风腿》跟那个推上来的，对，差不多同一时间拍的，所以我也是沾到李小龙的光。No, this only concerns Kung Fu. We have to do this alone. But thanks, we're grateful. 对，这个每一个导演找演员来拍戏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把几个演员之类的，甚至于是灯光师和什么，他都要聚在一起，把这部戏这样子全部要聊讲该怎么样，然后故事讲清楚。这是从以前开始啦，这个拍电影一定要做的功课的话，导演必须要知道。我什么戏是在外地拍，那就要带什么演员，带什么东西过去这样子，然后哪一场戏，然后回来是大家在一起这样子。因为在我现在来想的话，它里面很多建筑跟我们中国大陆有类似，可能他就会在那个地方去以他的建筑这样子去他拍。那个时间很多戏在这个韩国拍，所以我那个时间是刚好可以拍到《铁掌旋风腿》跟那个跆拳道郑九州，跆拳郑九州先开的，然后后期再拍《铁掌旋风腿》的。就是比手画脚了，有时候讲英文啊，讲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子了。那念台词的话是他们念他们的，我们念嘛。但是所以你就。像我们演员必须要把对方的这个说话的台词也自己要背好，他念到一个什么程度，你才能开口说话。所以这样下来，他戏就有感情。That's her. You tell your boss that I want to see him. If you think you're just going to walk out of here, you've made a mistake. Right. 我在韩国待了1年半。对，然后那个时间是在韩国学的。我们早上拍电影，那没有得吃啊，那在这个酒店里面，我就当厨房了。我去，他们把菜买回来，我们就去跟洪金宝2个人，我们就煮饭，有一个电锅就煮饭。那晚上就大家吃饭。那个时间，张毅一个，洪金宝一个，我一个，我们3个人就去学和气道。那这1年半，我们3个人就考到黑带3段。就在那个时间考的，大概71年到72年左右。张毅我们太熟了，我们从小在一起的，在剧校一起的。他是一个好演员，对我们都是很尽力的啦。这些我们太熟了，他跟他有在文科华，对我们都有这个微信联络。对我所有的同学，我们都有微信，连在台湾的，一定啊，我们60几年了，63年了，同学。You tell your boss to let this be a warning to him. Because the next time, I won't just beat you up. 不是，我们所拍一部戏必须要把他的动作全部事先，那我是会的嘛所以
在他们有某些演员，他们是还没有这种底子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事先武术指导们来教他们上课，对，你知道，那所有的动作之类呢，是因为我跟洪金宝、跟张毅啊、跟什么东西，我们太熟了。因为我们京剧的，我们都京剧出来的，东西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对我来讲，他们都是当天来给我，当天来给我做的，对你叫你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这样子，那我就会联合气道在内，腿功在内，都是这样。那是一定有啦，因为每个人的动作正面反面会不太一样，那我们就大家互相去研究一下，哎，我觉得我这样子做比较舒服。那如果导演说 OK， 那就看镜头嘛。导演说 OK， 那就 OK， 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大家才一部戏下来，大家才能团结，这样子。As for you, you lousy traitor, you, killing you is going to be a real pleasure. You sided with the Japanese against your own people. 那你说所有的场景是不错，是有一些场景是因为它都是在讲日本跟中国的问题。Why are you here, huh? Well, the Japanese are going to control China one day. I mean, it's only just a matter of time, isn't it? 就都是在武馆，也都是在这种报仇之类的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你日本人对我们怎么样，然后我一定要对吧？不管男的女的，也是都是在武场。主要就是说，在武场，我最难忘的就是在武场那个拍打的，我一个镜头，我可以拍了52遍。对，52遍，52个啊，真的很难踢，因为它旋转踢，一直踢，一个镜头下，那一个镜头下，一直旋转踢，这样，就拍了52遍，把我累的这样坐在那里。我是最记得那个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的精武，他是唐山大兄，拍完以后，他来想要拍这个精武门上演以后，我们在他上演之前，我已经拍了这个 Lady 功夫。那他因为他还要预备再拍后面的戏。他的剧本已经弄好了，所以我在拍戏的时候，他上了他就过来找我，演后面的角色，演他姐姐，是这样子。不是，我是每天练功的。对，我连我京剧里面，我们睁开眼睛以后，每天就是说，压腿啊，踢腿呀、该比较就是说能够做的动作，我都会去做。像现在为止，我现在也会这样做。睁开眼睛，该家里整理这里，我洗碗我还是压着腿在洗碗。对呀，因为不管一个人哈，不管是年轻还是老，他这条筋是最厉害。你筋一疼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走路了。所以叫你去学这种动作，而并不是要你出去打架。而是你要自身保健，那你身上所有的筋通脉，你就很好走。你年纪再大都看不出来你有多大年纪。他是一个好摄影师，因为他也是老前辈啦，也是好像从邵氏他们一起带过来的，跟黄峰导演一起带过来的。那摄影我也是不懂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他们。摄影师跟导演跟这个武术指导，然后他们是决定该搁在哪里的角度，你就搁在哪里。他是很不错的一个摄影师了，他常常会讲讲广东话的哈，毛小姐呀、你的这个腿我看不到哈，那我说好，那就是要偏过来一点或者弯过去一点，所以他这个镜头才会。表现出你的腿踢得很好很棒，所以也要完全靠摄影师。对，如果你的动作再好，他的镜头没有拍到，你还是不一样。这是电影的一个怎么讲？窍门。对，不是因为每一个导演他不能说固定就是这个风格。
他差不多一段时间也要因为做生意嘛，他也要跟着这种社会去转啊。就像我们演员一样，我不能是一直是这个违反在这个武侠片里面的，但是我的时间不久了，我大概10年左右，那我就结婚了，那我就退出了。You keep your hands to yourself. 他是我的师傅啊，何其道的师傅啊。对，他本身不是一个演员，他就是在韩国自己有个武馆，我们就到他那边去学的嘛。对，那我们3个人在那边学，他是我们的师傅嘛。黄仁直，对，是我们的大师兄，他是不得了，他7段，黑带7段，他可以10个人，他从那边飞过来，一个塞可以踢过去，对呀，这是真实的。对，他演员他很尽责，朋友他是一个好朋友，好哥哥，真的。他现在在香港，我们还有联络。对。他有80岁。不到吧，差不多了，快差不多了。那是他的戏是真的是，对，他的戏真的是一流的。像我们拍《迎春阁》，我们必须要到一个白山头去拍，要过河，他都扶着我，因为我们要坐船嘛，我们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小地方去拍。那上船的时候，他都扶着我，他叫哥们儿，叫我哥们儿，因为我那个时间20岁的时候是快快的，就是肉乎乎的啦，圆圆胖胖的，他就完完全全我的个性像男孩子，黄家达，对，黄家达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，他进嘉禾的时候是我考进去的。黄家达他是本身就是练过是那个。好像是这个空手道的，对，他这里全部都是疤，就是练那个空手道的。因为空手道的东西会比较硬，他的身心比较硬，但是就是武术东西几乎都是一样，他还好啦，所以他做人做事他还不错，因为每个人做人做事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在电影拍戏的时候，演员他的脸表情比较僵硬，因为做一个演员来讲，你必须要脸上要很多的动作，那不能很僵硬，再僵硬出来，你在镜头前面就是完全是不怎么讲，不活跃了。就是慢慢练嘛，就像我刚进电影圈一样，永远是亮相，中国人就亮相，就是慢慢，对，都是磨练。每一个演员他是磨练出来的，这个也是跟你的个性有关系。这个戏里面哈，因为我的角色跟他就是何其道嘛，对不对？他演我的这种等于是像也是师兄了哈，他比较是一个冲动派的，那我们做事，我的个性呢就是比较稍微。怎么讲？只能像我现在的我，所以我跟你谈到我实在忍无可忍受，我们才出手，是这样子。他是一句话不对就空就要出来的，比较很冲动派的，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洪金宝跟我跟张译，我们都有京剧的底子在啊，那。只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拍这种民初的这个武侠片，那必须要一些拳脚问题。那我们拳脚问题那个时候出来只是不漂亮，所以我们要去练和气道，把它的最好的、最美的这种姿势练到，然后献给大家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出来的腿出来都很漂亮，出拳的力量。那是真的，那这个镜头是没有办法可以你帮你这样子出来的，你知道？说实话了，我都没有学过这个辫子。我那个时候头发这么长，再戴上假发，扇子是我们剧校也有的啦，那都是临时，比如说拍这场打着戏来，忽然间讲，你的辫子可以借用，辫子就就那个辫子。然后就辫子下面加了一个那种像球一样的，刚好给啪啪啪这样甩打人，这是临时的。
他有时候拍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临时在现场，哎呀，他这个可以用哦，那个可以用啊，就用上去了。对，有交谈，因为大家说实话，我们都京剧出来的，所以讲出来的话大家都理解，都知道，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对，我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有时候就一到下，哎，对了，好，走，去吃个饭啊，喝个咖啡啊，喝个酒啊，这样。我是不喝酒的，我就喝咖啡跟他们聊聊，大家很好。对，就是像李小龙一样，李小龙凭良心讲，对我们下面这一班真的是很好，大家永远是很齐心的在一起。讲日文跟这个英文，但那个时候的我们英文并不是很好，都要慢慢的去大家，反正在片场大家都很好玩，对，就一边学英文，然后那个他还学广东话，这个也学国语，那个就是大家互相，哪怕跟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，比如说服装啦、化妆啦、灯光师，大家都聊得很好，就是最后那一场嘛，对。那一场还有一场是最后我跳那个这个弹簧床都我自己啪跳上去，哗一个塞给啪踢死白鹰，然后辫子啪一甩把他哎呀勒死，哦那也拍了30-40遍，30-40次对。那学跳弹簧床就是那部戏学的，必须因为他镜头在这里。一定要看到你自己的本人，这样啪跳上去，唰这样踹，这样子。哇，有50年了，哎呦，我一路都没有去想过。我现在年纪大，就让时间，哎呀，过了就过了。对，我说实话啦，我真的没想到现在有50年了。我心里真是感激。你看你一讲，我心里真的很感激。那我只能说，帮李小龙跟我，然后感谢大家，这50年以后，大家这么多的影迷粉丝还能记得我们，谢谢。那我最后呢，就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啦，身体健康，请大家多多保重。OK， 好，谢谢。